嗨，大家好，我是陈官。最近又到了烂胎季啊，因为大家开始练车了。之前我们的视频说过，烂胎有两种，都是车体几何不平衡导致的，一个是屁股过低导致的烂胎，一个是屁股过高导致的烂胎。那最近给大家调减震的时候呢，那我们遇到最多的还是屁股过高、后避震过硬导致的烂胎。大家如果想更清楚的了解烂胎的成因，看我们之前的视频。今天想阐述的是，在我给大家治疗屁股过高导致的烂胎的时候，一般情况下我们都会去调松预载。那调松预载的时候，我经常会听到车主或者技师说，那你调松预载，那后边不就软了吗？那软了，我出弯不就开始晃或者是不稳定吗？所以今天这个视频想给大家说的是，我们需要站在更高维度上去看待问题。首先，如果是屁股过高导致的烂胎，那么会从我们的开油点，假设你的开油点在这儿啊，会从这边蔓延过去，是烂胎，如图所示。这是我自己的车啊，没有烂胎。那如果后边的是因为屁股过高导致的烂胎的话，我们需要降低后边的预载，让车尾降下来一丢丢。那这个时候，像技师或车主反馈的，会不会因为调松预载导致我后边的支撑性下降呢？答案一定是是的。这个时候我怎么来平衡治疗烂胎的同时又保证我的支撑性呢？那当然就是压缩阻尼啦，对不对？所以这才是我想给大家表达的，我们要站在更高维度上去看待问题。我们后避震全可调的后避震在松了预载之后，我的支撑性下降，这个时候我可以通过增大压缩阻尼去补偿我的后避震的支撑性。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既调松预载让屁股下来，在开油的时候能让更多的重心转移到后边去，同时在我们猛加速的时候，因为猛加速的时候后避震是压缩的这样压缩，那这个时候压缩阻尼就是在我们后避震压缩的这个过程中产生支撑性，所以去调大压缩阻尼，去解决我们因为预载降低而导致的支撑性不足。这个是搭配使用的，所以不要只盯着说预载降低后避震支撑性下降了，就不要这样单纯的去理解，好吧？好，今天视频就到这里，关注我，了解更多机车知识，我们下期见了，拜拜。